我老公是恐怖游戏里的病弱美人 NPC， 而我是恐游排行榜第1的玩家。为了我那个柔弱不能自理的老公，我每隔3天就要进1次副本。又一次醒来时，我看见了弹幕，恐游 BOSS 在外面一刀能砍7个人头，断一条胳膊眼睛都不眨一下的。现在因为手指破了一点皮，在找榜一撒娇。关键榜一还真信了，还亲了 BOSS 手指哄他。外头那些绷带怪、镰刀魔、白骨精，知道自家 BOSS 在背后干这行吗？怎么了？第一次进恐怖游戏见到玉出城，我以为这是专门为我定制的杀猪盘，不然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人处处站在我的审美点上？那个，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？只有死人才……我叫江随之，下次见。希望下次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恐游世界长不出这样娇艳、不受污染的鲜花。我知道有玩家可能觉得我疯了，放着现实里的安稳日子不过，每隔3天就要跑1次恐游副本，副本的难度一次次提高，我见到玉出城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我每次都会给他带一枝花。你是专门来见我的吗？是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想多多和你见面。玉之抽歪了下头，似乎不理解喜欢是什么意思。于是我耐心地教他，没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想你，一见到你，我就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眼里心里只剩下了你，这就是喜欢。我一点一点教玉池兜什么是喜欢，还送了他一部手机。池州是恐游里最没有攻击力的那种 NPC， 不光会被强大的诡异欺负，有时候还会遇上不安好心的玩家。为了保护玉池州，我硬生生杀上了恐游玩家排行榜第1。姐，身份揭穿的时候，榜一的表情一定很有意思。可惜了，诡异 BOSS 根本不喜欢榜一。玉池州他对我真的没有感情吗？狗屁的弹幕！玉池州喜不喜欢我？难道我还不知道？难道不喜欢一个人还会和他做这种亲密着吗？而且玉池州的柔弱肯定是真的，我曾亲眼撞见他被庄园里的管家训斥，脸色苍白，除了几声咳嗽，句话都不敢说。为什么？刚刚想到了一些别的事。10、9，我慢慢走在最后。5、4，快跑啊！你不要命了！2、1，通道已关闭。我叹了口气，随手拧断了突然冒出来的诡异的头，那就只好留下来当流浪人了。好在成了流浪人后，游戏商场还能使用。我兑换了一套新衣服、一张高阶面皮，以及能改变气息的香水瓶，摇身一变成了众多流浪人中最普通的那个。什么情况？榜一留下来了，他不会是发现 BOSS 不对劲了吧？艺高人胆大啊！别的玩家成为流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，榜一直接主动留下来了，就不怕一时失手被诡异们杀了？好奇他撞见 BOSS 杀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好奇加1，流浪人这个身份确实麻烦，光是走到庄园门口我就杀了3波不长眼的诡异。路过，没吓到你们吧？流浪人，我并不在意，任由他们打量。毕竟我这个流浪人还得跟着玩家进副本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玉池州在3个副本里当 NPC， 这次正好就是庄园副本。进去之后，一句多余的话都别说，什么东西都不要碰，不然容易触发机关或者是犯副本的禁忌。行了，就一个基础副本有什么好怕的？各位尊贵的客人，欢迎光临灰雾庄园。那张脸太犯规了，几乎每位玩家看到他的第一眼都晃了一下神。一个 NPC 长成这样，是想来勾引玩家的吗？这个 NPC 是有主的，你要是碰了他，就等于惹了剑指中方那样的疯子。各位客人，请进。NPC 攻击力低，很多时候都会成为玩家泄愤的对象。这位客人，你真的要对我动手吗？装什么？不就是有个疯子罩着你吗？要不是江随之还没死，你这种弱小的 NPC 要想活着，还不得想方设法爬玩家的床？看来我最近还是对这种不知死活的玩家太友善。少爷，处理了一只不听话的小老鼠，没吓到大家吧？啊！终于被榜一看见 BOSS 杀人了。之前没人知道病弱 NPC 是 BOSS， 其实是因为 BOSS 把知道他身份的人都杀干净了吧？这波玩家惨了，快把镜头对准榜一，我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表情。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榜一满眼都是欣赏，他还偷笑了。听见弹幕说是一回事，亲眼见到尉迟州动手又是另一回事。病弱的需要我保护的美貌 NPC 是这个恐怖游戏世界最强大的 BOSS， 一种莫名的征服欲和占有欲涌了上来。我因为尉迟州杀过这个老管家13次，作为恐游里的重要诡异，他拥有死而复生的能力，而且我怀疑他拥有重生前的记忆，很不待见我。瞧我这记性，这里还有一位客人，您还不进去吗？老管家果然没能看穿恐游商店的高阶面皮。别笑了，你牙上有菜。耍你就耍你了，每到夜里，诡异就会出来随机杀一个玩家。
若是当晚有玩家死了，诡异就不会出现。由于是基础副本，通关方式也有很多。那是流浪人，被困在孔游里无法出去的家伙，你们要小心这种狠角色，难保他不会为了自己活下去而杀人。我们干脆第一个晚上先了结了他。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副本，你觉得自己可信吗？除了让玩家自相残杀，还能杀死诡异，逃离庄园吧。倘若需要杀死诡异，凭我们几个不够，我们反而需要和诡异有更多交手经验的流浪人帮忙。你想让我们做刀，去和流浪人互相残杀？弹幕说就是这个学生哥，脚踩江随之，拳打豫州城，彻底结束了恐怖游戏。我多看了几眼这个未来会踩在我头上的学生哥。第一个夜晚降临了，玩家那边产生了分歧，谁也没动手。第二天，我是被一声尖叫吵醒的。眼镜哥死了，他死的时候正拿着武器，站在这一次唯一的女玩家的房门口。哥，要和我合作吗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杀死诡异就能出去，但是比起诡异，更脆弱、更好杀的是身边的玩家。我知道你不想杀玩家，不然眼镜他们死了，我们这群新人更没有能打得过你的。你要动手早就动手了。我知道今晚诡异会出现在哪个房间，哥，要试试和我合作杀了诡异吗？真有趣，这还是第一个主动提出要和我合作的玩家。合作愉快。刚死了第一个人，你就找到了诡异动手的规律？不，我只是相信自己的体质。我吃泡面会少叉子，点外卖会少筷子，备注不要辣椒，老板永远看不到。一旦逃课，老师必点名。昨晚我还以为死的人会是自己，抱着枕头在你房间门口坐好了，想着万一诡异出现，我大喊一声，你出来救我也快些。没想到死的是眼镜。这天底下居然还有比我还言归正传。哥，今晚出现的诡异会是那个 NPC 吗？就是刚进副本在门口迎接的那个。无论尉迟州是最强大的诡异 BOSS， 还是病弱的美貌 NPC， 他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一个是太强，一个是太弱，来的多半是我的老朋友管家。不好意思，又要把他送去死一死了。哥，鲜花赠美人，你们住在一起？不对，来的怎么会是诡异 boss？ 我们主角现在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玩家呢。大家就没想过还有一种可能 ，BOSS 不是冲着主角来的吗？他或许是来见榜一的。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跑啊！那块月牙印记就要变成血红色了。虽然我很感谢学生哥的好心，自己跑路还不忘带上我，但是在黑雾庄园的主人面前，无论跑到哪里，藏到何处，都只有一个下场，被抓回去。未来的榜一居然这么脆吗？我扯了下嘴角，替他拍背顺气。那只诡异追过来也要时间。哥，你的长刀呢？不能看见一只长得好的诡异就心软啊！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而易举地拧断一个老玩家的头颅，快到老玩家连保命道具都没能用出来。我倒是真想和他过招，试试是我的刀快，还是玉荆州的动作更快。你们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